Hello， 大家好，我係 Mills。今日咧同大家分享5個經常打燈可能會出現到啲問題，導致大家影得唔夠理想嘅。第一點咧就係你冇留意到光線嘅方向同埋角度。好多朋友咧都會顧自己拍攝嘅角度，然之後咧就擺支燈嘅角度，係從來冇考慮過你個主體又或者模特兒到底佢係乜嘢角度。有好多時咧，有啲朋友就會覺得，45度擺支燈咪得咯。OK， 我喺呢個角度影支燈咪45度咁樣擺咯，好似而家咁45度咁樣擺咯。咁但係擺完之後咧，個主角到底應該面向邊度啊？個主角我而家面向呢個位 ，exactly 45度咯，啱唔啱啊？咁但係如果主角係向呢度咧，如果主角向呢一度，你繼續喺呢個角度啱，你繼續45度啊，但係已經唔係45度嘅結果嚟嘅咯喎。如果向呢邊呢？向呢邊又係基本上主角如果向唔同角度，你個所謂45度已經係冇意義㗎啦。所以從來咧，攝影係應該要睇主角嘅角度，而去判斷你支燈嘅方向擺位。支燈係乜嘢角度去擺都好啦。其實最重要、最終嘅結果就係要按住主角嘅動作面向角度而去決定嘅。好多朋友咧就係擺咗支燈落去咧，呢件事就變咗永恆㗎啦。佢自己就重新自己周圍揾構圖啦。咁啊，但係從來都冇繼續去理支燈嘅。呢一個咧，完全係會導致到大家其實打咗燈係唔知係咩意義嘅，因為支燈就完全帶唔到任何嘅一個幫助俾你，可能就係唔打燈好過打燈咯。咁就變相變咗你影就還影，打燈就還打燈啦。打燈嘅概念好似做咗咯喎，做完咯喎。呢一個係我見到最常見嘅一個問題嚟嘅。跟住咧就係支燈可能擺得太高，又或者擺得太低。即係話擺得唔好啦，個角度。呢一個問題咧，亦都同頭先啱啱嗰個咧係一模一樣嘅啫。即係你擺咗之後咧，你唔再理佢。支燈擺得高咧冇罪嘅，擺得低咧亦都冇錯嘅。個問題，如果支燈擺得高嘅話，主角就應該要配合呢個光嘅角度，可能就要向上望啦。佢甚至喺任何嘅面向，例如你想 create 到一啲 shadow， 佢就要傾向某一邊 create 翻一啲 shadow 出嚟。所有嘢都應該係要按住你個主角而去配合，而唔係你學識咗Rambant lighting 45度 ，OK，Split lighting 90度，唔會有呢回事嘅，唔應該係用呢個方向去學習打燈嘅。第二點就係你冇好好運用數光工具，好多朋友咧可能都會上網學習咗好多一啲知識。就去買柔光箱啦、硬光罩啦，唔同類型嘅數光工具，可能你都會有。但係到實際上用起嚟嘅時候咧，你只會印象中，咦呢個 create 硬光嘅喎，呢個 create 柔光嘅喎，咦呢個係一個叫做 soft grid 啊，一啲蜂巢可以控制到啲光嘅角度喎。呢啲可能你表面上你都知地嘅嘢，但係到實際上用嘅時候咧，你一樣係從來冇考慮過你個主體又或者呢個主角到底適唔適合去用呢一樣嘢。例如主角嘅皮膚啦，佢嘅化妝啦，佢嘅衣着啦，佢嘅服飾啊，又或者嗰件物件嘅物料啦，你冇考慮過適唔適合用呢一種數光工具？個主角到底受唔受得到呢一種嘅光線嘅質地啦，同埋形態啦？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好多時如果大家係純粹用一個工具就用工具，Beauty Dish係攞嚟做乜嘢嘅？你就真係純粹。淨係得呢個概念，冇其他㗎啦，即係你唔會留意到底前面嘅主角到底適唔適合啦，配唔配合啦，而去你就咁就去用嗰個工具，變相你就係變咗你唔識得去運用嗰件工具，而唔係你唔識嗰件工具。學咗柔光箱，但係你唔識用，呢個先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到底硬光點樣先可以 create 到更好嘅結果出嚟啊？我哋又會翻去頭先第一個問題啦，就係到底你有冇 create 好呢一個角度嘅問題？角度就係代表個主角配合呢個光線嘅一個合作。呢一樣嘢做唔好，咪就係連數光工具你都唔會用得好咯。第三點啦，就係光源太多，導致你個畫面太過 flat， 太過平面啦。Key light 啊、fill light 啊、rim light 啊，你全部打
打完之後咧，你會發覺成個畫面光晒嘅，個畫面望落去咧，連個人同埋個背景咧，好似已經係分離咗。因為你將個人咧所有光都包住個人嘅時候咧，人同埋你個背景咧已經冇辦法有任何嘅 connection。呢個問題咧又會回應翻你第二點，就係你到底識唔識得運用呢啲工具？呢啲工具咧並唔係純粹打光咗個人你就叫控制好、控制到。你要諗清楚人同埋背景嘅關係，好多時就係你顧咗個人，但係你顧唔到人同背景嘅關係，所以要適當俾翻啲光個背景，亦都適當俾翻陰影個人同埋背景。人同背景係應該要有啲關係，除非你嗰張係頹地相。有好多朋友打燈嘅時候咧，打一支、打兩支，不如加多支啦。呢度又打，嗰度又打，呢度又爭啲喎，嗰度又打。係你可以打得光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所有嘢黐晒落去個人度嘅時候咧，驟眼睇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你已經將成個人咧同個背景係完全分離咗。所以我哋一定要適當去運用光線，亦都係適當要控制光線 ，create 適當嘅陰影喺每一個部分，唔會話令到呢個光咧無端端加晒落去之後咧就變咗 flat 啦。呢度應該暗嘅你就唔暗。嗰度應該光嘅，你又唔會特別光。所有嘢填補晒落去嘅時候咧，你係冇晒任何層次嘅。好多人都成日都會覺得係咪暗得滯？係咪暗得滯？應該要光啲嘅喎，應該睇到喎。如果你乜嘢都太貪心，乜嘢都一定要嘅時候，你最後嘅結果咪就係 flat 晒咯。第四點啦，就係唔識得運用平方反比定律 （inverse square law）。呢樣嘢咧，其實唔係乜嘢啲神秘嘢，亦都唔係一啲複雜嘅數學嘅嘢，只不過你用得光去佈置落去你前邊個主角、主體距離啦、大細啦，呢啲嘢同個背景個距離啦，呢啲全部係有一個極度密切嘅關係。如果你去嘗試運用你自己嘅閃光燈，又或者你中意打 video light， 好似我而家咁樣都好啦。你冇考慮過 inverse square law 嘅話咧，其實你唔識得佈置燈光嘅，同你零認識係冇分別嘅。同你就咁純粹認知油光箱係點嘅，八角形係點嘅，長方形係點嘅，長條係點嘅，都冇關係嘅。因為你要真正認識 inverse square law， 你先知道點樣去佈置你嘅光線。任何一個 lighting setup 都係一個佈置嚟嘅，咁所以咧，你唔識得呢一個 theory 咧，可以講係一個 theory 啦，係一個好簡單嘅 concept 嚟嘅啫。但係如果你真係冇嘗試去認識佢，用心去學習過嘅話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去用到任何嘅光嘅，可以講。等於我哋而家翻去頭先第二點，你點樣可以運用好你嘅數光工具咧？其實全部都係關 inverse square law 事嘅。你唔知道距離大細嘅問題同埋衰減嘅一個特性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去運用。到底我有冇需要用一個咁大嘅油光箱？到底我而家同後邊距離有幾遠？我有冇需要加第二支燈、第三支燈？呢啲唔係你識唔識用嘅數光工具問題。到底你由頭到尾知唔知道光嘅一啲特性？我如果咁樣打嘅話咧，就會產生啲乜嘢嘅一個特性結果㗎啦。第五點啦。就係大家冇控制好色溫啦，係咪成日都要回中位去攞一個最中和嘅一個中位數嘅咧？暖咗2000K 嘅係咪一定又要打翻和變翻白咧？又或者冷咗嘅係咪一定又要打翻和咧？色溫係一個自由嘅一個配搭選擇嚟嘅，可以咁講，可以係一個叫做創作性裏邊係亦都係非常佔一個重要嘅位置嘅。咁所以如果你唔用你自己嗰個感受去判斷嘅話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將呢個燈光做得好嘅。你用現場光你係最被動嘅啦，因為你去到個場景咧，佢係俾黃光你就黃光，你俾白光就係白光，你唔會 create 到第二樣嘢。但係如果俾一支閃光燈你，又或者俾一支 LED 你，其實佢可以改變色溫。而呢一樣嘢你唔認識嘅話咧，係一個技巧性、技術性，你想還原又做唔到。你想 create 一啲特性啊 ，create 一個 mood 出嚟，好似而家咁樣，其實都有一啲唔同色溫而去配搭出嚟一個結果嚟嘅。你控制得唔好嘅話，其實你嗰張作品出嚟嘅色調亦都係古古怪怪，你亦都最後就會怪罪而呢支燈嘅展示嘅色唔好喎。你所有嘢都會係賴咗落去呢件器材上邊。最大嘅問題可能其實係你用得唔好而導致嘅。閃光燈係咁 ，LED 都係咁。你唔係唔識打閃光燈，知閃光燈有幾難啫？只要個 trigger 擺喺相機上邊，撳個掣，佢就會閃㗎啦。
佢只不過扭大扭細嘅啫嘛個 power。所以最大嘅問題並唔係你純粹識唔識得去 operate 呢支閃光燈嚇，因為呢支燈唔係開就熄，唔係 power 大就 power 細㗎啦。即係喺大部分情況拍攝，其實真係冇乜嘢去需要調整。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頭先講嘅嗰5點裏邊，如果你其中一點真係都出現問題嘅話咧，其他嗰4點都會跟住落係有問題㗎啦。所有嘢都係緊緊扣住嘅，好好認真去學習，應該係可以幫到大家行到去另一個 level 嘅。喺嚟緊嘅6月份咧，我會有一個閃光燈人像嘅基礎班。喺呢個課程裏邊咧，係會同大家一齊去學習點樣去用小閃燈，即係 speedlight。小閃燈通常就會俾人哋覺得啲光線太硬啦，好渣啦，唔夠力啦，影唔到一啲專業級嘅一啲人像作品啦。喺呢個基礎班裏邊咧，我將會同大家一齊重新由零去認識乜嘢係光線，點樣去運用呢一支小閃燈 speedlight 可以拍出一啲自己喜歡又或者你認為拍唔到出嚟嘅一啲人像作品嘅結果。我哋亦都通過呢個課程裏邊咧，去認識 Inverse Square Law， 去令到大家知道呢支閃光燈同個人同埋背景嘅關係。喺課程裏邊咧，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嘗試點樣去影一張黑白嘅人像相啦、彩色嘅人像相啦，甚至一啲色片嘅人像相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大家喺以下嘅連結就可以報到名㗎啦。6月份咧，除咗香港有一個基礎班之外咧，我仲會飛去馬來西亞嘅檳城舉行一個工作坊嘅。都好多年咧冇去過檳城啦，真係對上一次應該係2017年左右嘅時間，都真係隔咗好多年。我記得我舊年咧就喺馬來西亞嘅吉隆坡都開咗一個 seminar 嘅。呢個 seminar 咧只限於係一個室內做一啲分享啦。但係今次去到檳城咧，我就將會同大家一齊走到去戶外做一個拍攝，甚至咧有個 session 咧係同大家一齊去學習後製嘅。學習咧始終有好多嘢都需要緊緊相扣，先可以達成一個比較圓滿嘅一個教學。但係當然啦，有好多嘅局限，令到我所有嘢唔可以每一次都可以做到 seminar 啦，同埋一個外拍啦、實驗啦、一個實拍啦，同埋後製嘅。咁今次咧喺檳城難得係可以達成到呢一樣嘢。喺6月嘅15、16號，我哋喺檳城見。跟住喺7月嘅2號、3號咧 Muse 亦都係會去到法國嘅巴黎做2日嘅工作坊嘅。今次呢個工作坊咧就用一個 photo walk 嘅形式，就係類似上一次我喺上海做嘅工作坊，就係同大家一齊邊走邊影。喺個過程裏邊，同大家一齊用攝影眼去諗呢個景同個人嘅關係，點樣可以去運用閃光燈去拍出一個你肉眼係經歷唔到嘅影像。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巴黎呢個工作坊，因為咧我喺咁多年裏邊咧，我去過巴黎數唔到幾多次啦，但係咧係從來都冇舉行過工作坊嘅。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段影片係好多人睇嘅咧，就係喺法國巴黎拍嘅一段教學影片。喺嗰段影片咧，我教大家點樣影逆光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今次咧真係一個緣分嘅機會，我去歐洲拍攝工作，咁就順便做一個工作坊。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網可以報名。我哋喺法國巴黎再見。早幾日咧，我自己就影咗幾輯相啊，真係好勤力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影相咧，係需要刻意嘅。我唔會話成日等到自己喂靈感嚟啦，去影相啦，從來都冇啊！坦白講，邊有成日咁多靈感嘅？有時咧，可能揸下車啦，可能睇下一啲廣告啦，突然間睇到一啲嘢啦，聽到一啲嘢啦，你突然間會有一啲靈感，所謂嘅靈感啦，其實只不過係，有一個畫面誕生，你想去做，但係你會唔會即時安排晒所有嘢去做咧？其實好多時都冇嘅。咁但係呢啲嘢咧，就係嚟緊呢2日應該可以安排喎。你唔刻意嘅話咧，你就唔會影到㗎啦，肯定。咁所以咧，我就刻意去安排咗影咗幾輯相，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實我自己咧嘅作品都真係有好多。我知道呢個世代咧，其實係所有嘢都好快，過得好快。即係你今日影咗呢輯作品，可能2日之後啲人又唔記得㗎啦，又要即係你又要去影第2輯。其實我覺得咧，大家係唔使急得咁緊要嘅，因為作品始終有啲嘢係
急唔嚟，亦都無需要急得咁緊要。因為你如果咁樣追趕呢一樣嘢，個 market 所有人like完呢張相又等你下次即係突破啲乜嘢，哇咁樣等法，我哋啲人腦嚟嘅喎，唔係電腦 gen 出嚟嘅喎。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俾自己嘅一個價值觀，好好認真去製作你自己嘅每一輯作品。你做得快 OK， 你咪做快啲咯。但係做得快個結果唔好嘅時候，有冇需要咁快呢？其實係冇嘅。好好咁做好一樣嘢，持續繼續去學習，唔好覺得我咁樣就學完咗啦，跟住我就去做，跟住一做就係要做自己嘅風格。其實我覺得好多嘢可能係你根本未做好嘅呢個基礎。你真係覺得做好咗呢個基礎，先再去自由自在咁樣去影。好多時就係你連一樣嘢都未做好，係藝術係可以好自由自在咁任性放任咁樣去做自己嘅作品。但係如果一次、兩次、三次累積都唔係太理想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要諗一諗、停一停？需要改變、需要轉變、需要啟發、需要學習嘅地方咧，重新翻去做好呢一樣嘢，然之後你嗰條路咧會突飛猛進嘅，我可以肯定嘅呢一樣嘢。因為我自己到而家都好啦，我都不斷喺度學習，不斷喺度啟發緊我自己。每一次所謂即興創作，就係我的確冇特別準備啲乜嘢，好多時都係即興創作，我都需要去揾一啲嘢去嘗試啟發自己，令到自己跳出自己固有嘅一個舒適圈。到底舒適圈喺邊啊？你唔需要理嘅，你去嘗試做一啲你之前唔多願意做嘅嘢，其實你已經跳出咗㗎啦。好多時就係呢個突破，去令到你眼光繼續擴闊。我覺得呢個係好緊要嘅。學習就係學習，拍攝就係拍攝，唔好將學習同拍攝兩樣嘢咧撈埋一齊。因為我知道可能有啲同學上課可能比較即係多幾個人一齊影相會可能即係唔係好習慣啊，可能擔心我影唔出一啲咩好好嘅作品。重點不在此，重點在於你可唔可以從課程裏邊得到啟發。呢一樣嘢係最緊要嘅。喺我自己嘅呢幾輯作品裏邊咧，我就用咗 Hasselblad 嘅呢一部嘅 X2D。點解用呢一部機呢？的確坦白講，呢部機一定唔夠我部 Sony 嘅 A1 快嘅。所有嘢我一定要慢慢將佢放慢落嚟。當然啦 ，X2D 唔係一部老爺機，亦都唔係你想象中慢到好似以前真係用緊一啲古董中篇幅嗰種慢慢嚟，唔係。但係我哋唔可以用真係時代最高速嘅嘢咧去攞嚟做一啲比較嘅。因為呢一樣嘢係代表我自己個心到底走得幾快，就係講緊影相有冇需要走咁快呢？的確有時係要嘅，你工作唔夠時間你咪扯咯，係咪？咁但係當我哋慢慢去應該係希望 create 一啲作品出嚟嘅時候，你唔需要咁快，放慢落嚟，放慢落嚟。咁我就用咗呢一部相機呢，影咗幾輯相。呢幾輯相呢，我自己都好喜歡。希望咧大家都喜歡我呢幾張相，將來有機會咧喺課程裏邊咧同大家分享呢幾張相點樣影嘅。嚟緊嘅6月9號咧 Muse 亦都係會同 Profoto 咧有一個活動嘅。呢個活動咧係非常之優惠，只不過係300蚊嘅一個收費嚟嘅啫。希望咧可以通過呢一個交流活動咧，可以同大家講解分享一下 Profoto 嘅一啲閃光燈嘅特性。到底 B 系列嘅閃光燈啦 ，A 系列嘅閃燈啦，到底我哋點樣可以運用唔同嘅數光工具去達到一啲唔同嘅結果啦？到時亦都會有模特兒嘅現場嘅示範嘅，大家唔好錯過。以下嘅呢一個電話咧，可以打電話去照相館度報名嘅。6月9號 Shape the Light Seminar， 我哋到時見。因為咧佢上高已經接駁咗呢個原本嘅位㗎啦，咁所以第2條咧唔需要 exactly 一樣嘅。我哋揾翻喺附近，睇下點樣轉落嚟係轉得好睇咁解就得㗎啦。我一定要強調漸變層，如果唔係我咁樣 feel 一個實色落去咧，你覺得係冇10幾年前已經用緊嘅，就係佢係攞嚟谷一啲 details 出嚟嘅。咁睇下到底佢自己判斷成點啦。都好勉強，咁即係話咧，去到最後呢個部分咧，我哋需要強行去做嘅。
當個明度最高光嗰一點定咗之後咧，喺中間加多一點落去，你會發覺而家雖然成張相 OK， 咁我喺個背脊呢個位置咧去 show underline layer 嘅嘢出嚟，你可以選擇暗位 show 出嚟，又或者上高都應該有啲光嘅，所以咧呢度上高都俾多少嘅光佢，因為中間應該係最厚嘅，所以中間冇光，類似咁樣。傳統嘅方法咧，我哋都會 stretching， 最薄嘅位就係呢個邊緣位啦，當然羽毛嘅邊緣位係 foggy night 嘅話咧，個感覺應該係好重走嘅，就係呢一張相點樣可以由呢一個顏色變成最後呢一個嘅結果咧？喺 Photoshop 嘅調色方法咧，一個顏色嘅位置。